昨天，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韩国公开赛落幕，在全部5项比赛中，中国队获得了2个冠军、4个亚军。同样是在上周，中国乒乓球协会公布了雅加达亚运会参赛人员名单。参加男子团体的5个人分别是樊振东、林高远、王楚钦、梁靖昆和薛飞。参加女子团体的5人分别是朱雨玲、陈梦、王曼玉、陈幸同和孙颖莎。参加男子单打的2个人分别是樊振东和林高远，女子单打的2名选手分别是陈梦和王曼玉。在混合双打方面，中国队派出了林高远、王曼玉和王楚钦、孙颖莎2对组合。中国乒乓球协会在公告中提到，如此选人是为了进一步做好2020东京奥运会备战的各项工作，有计划、有目的地选拔培养更多的年轻运动员，增强竞争实力。根据2018年中国乒协积分排名，2017到2018年度国际赛事参赛成绩以及外战胜率，2017年世青赛成绩以及2018年青奥会参赛资格等选拔条件，选出男女各5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名单中的这10名运动员最大的特点就是年轻，而且他们当中没有1名选手获得过奥运会的冠军。在亚运赛场上，中国乒乓球队无疑是王者之师。从1974年至今的11届亚运会，共产生了77枚金牌，中国队拿到的冠军超过了60个。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王楠出战了女团、女单、女双和混双4个项目，拿到了全部的金牌，成为了第1位一届亚运会拿到4项冠军的中国乒乓球队选手。1994年广岛亚运会，中国队丢掉了女单金牌，曾经的国手何之丽加入日本队，改名小山智丽。他接连战胜了陈静和乔红，并在决赛中击败邓亚萍，拿到了最终的冠军。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参加亚运会以来唯一一次丢掉女单冠军。4年前在仁川，中国队拿到了除混双之外的其余6项冠军。那次比赛，中国队几乎派出了全主力出战。男队有奥运冠军张继科和马龙，女队则由丁宁领衔。尽管亚运会的级别比不上世界3大赛，但是乒乓球项目，中国队的主要对手基本都在亚洲。日本、韩国、朝鲜都将会对中国队带来威胁。今年在雅加达，10名选手怎样捍卫国球的荣耀？年轻的王者之师是否会带来惊喜？体育咖吧本期关注：雪藏奥运冠军，国乒亚运怎么赢？各位中午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体育咖吧。每周1和周5的中午时段，我们通过演播室话题讨论这样一个方式，帮助体育迷开启您的新生活。那么本期体育咖吧讨论的话题就是雪藏奥运主力，国乒亚运怎么赢？为了更好的探讨这个话题呢，演播室为您请来了2位嘉宾啊，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北京体育广播的梁岩梁老师，欢迎梁老师。我们体育频道乒乓球专项记者李武军啊，武军老师。国乒怎么赢？其实还得先看看派谁去赢，得先从这个名单说起了啊。这个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时间公布了亚运参赛名单之后，我们就在体育世界这个节目里进行了一个播报啊。我拿到这份名单的时候，多多少少感到意外。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啊，第一次遇到了奥运冠军主力缺席亚运阵容这么一份名单，不知道武军老师怎么来看这份名单？有没有意外？其实我看到这个名单的时候呢，应该说还是在我的预料之中的。预料之中，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承载了中国乒乓球队许多的荣誉，在以往的这个过往当中，中国队在亚运会的舞台上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绩，60多块金牌。对，而且呢，还有过一个统计，就是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凡是夺得过单打冠军的选手，都获得了参加奥运会的资格。而且呢，我们的像马龙，像女子的像邓亚萍、王楠、张怡宁还李晓霞，他们都是在获得亚运会冠军之后，继而又成为了大满贯选手。因此呢，从这样一个角度考虑，可以说呢，这个亚运会的舞台也是伴随着中国乒乓球队一个传承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我看到这个名单的时候，可以说呢，10名中国选手当中呢，只有3位是参加过上届亚运会的选手，其他7位呢都是亚运会上面的新兵。这样一个阵容参加这样的一个亚运会的一个角逐，我觉得是给年轻队员更多的锻炼的一个机会。同时呢，纵观这10名选手的实力，我觉得
除了锻炼新人之外，我们的目的还是不变的，一定还是夺取冠军。夺取冠军。因此呢，这夺取冠军和锻炼新人是同等重要的。拿到金牌，这也是观众的期待。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亚运会，客观的说也是这个国乒选手奥运会绽放的一块试金石。但是啊，问题也就来了。日本乒乓球队很早就公布了这份亚运会的参赛名单，咱们是上周才公布。日本乒乓球队这么早提前公布了亚运会的参赛阵容，目的是什么？其实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玄机的。这个可能主要就是基于一个亚运会的积分的这样的一个考虑。大家都知道，对，因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国际乒联采用了新的积分方法，而亚运会的积分只有非常可怜的1050分，就说冠军才能够获得1050分的1050分而什么呢？就是国际乒联职业巡回赛，这个平常的分站赛，平常的这个分站赛的冠军就是1800分，少750分。对，白金赛是积级赛事，对，是2250分。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考虑呢，日本队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都希望能够使自己的积分能够更靠前一些。积分越靠前，在比方说针对东京奥运会的时候，在分组抽签的过程当中才会更加有利。从这样一个考虑，可能日本队就选择了这全面的一种放弃。只派出了他们的26选手来出战这次亚运会，他们的6大主力都没有上榜，这也就是他们选择放弃的一个主要原因吧。选择放弃，选择性参赛，目的还是为了2020的东京奥运会。其实说到这个奥运会和亚运会啊，梁老师，我知道其实中国乒乓球队在亚运会上的成绩好像似乎是不如奥运会那么好，因为亚运会我们经常也不能说经常丢过金牌。那丢的太多了，对，是吧？你86年的这个汉城亚运会，86年的汉城亚运会，98年的这个曼谷亚运会，94年的这个广岛亚运会，对，都出现过这种问题。那我们怎么来看亚运会这个乒乓球比赛？其实客观的说，你像日本和韩国还有中国，这可是乒乓球，尤其是女单战线最发达的地区。怎么来看这个亚运会乒乓球比赛？我觉得亚运会乒乓球比赛，为什么我们今天拿出这个话题？我想可能也是因为昨天刚刚结束的韩国公开赛，就是我们刚刚说看准了有一个日本的小孩啊，张本智和，我们正在研究他的时候，突然张雨臻又出来了，对，二张，这一下日本韩国出了个二张，这一下大家好像觉得哟，是不是我们遇到了这种所谓狼来了，狼真的来了等等。我觉得亚运会的比赛呢，没必要把它看得那么的重，就是尽管你还是要去拿金牌，但是正像中国乒乓球队做出的这个决定，派了一些所谓的年轻人，就是樊振东算年轻吗？朱雨玲、陈梦、王曼玉，这都应该是在国际大赛上取得过比较优异的战绩的选手，他们也具备了应该叫世界一流的能力。是当打之年，而且是樊振东，那应该是具备了超一流的能力，只是呢，他们还没有取得过一流的战绩啊，就是那种超一流的战绩，所以这样的比赛呢，去打磨，这也是正常，因为中国乒乓球队人才济济。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份名单也很符合中国乒乓球队这么多年来。如果从1959年荣国坛第一次拿世界冠军算起，现在将近60年。基本上长盛不衰这么一个状况嘛，优势项目，所以他们自然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方式，有一套秘籍，是吧？然后来应对各种各样的比赛。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些选手其实都具备了冲击冠军的能力，或者是超一流的能力，就差一个机会。那么现在机会就在面前啊！亚运会也算是一个很好的舞台。但是您又提到了，其实面对着日韩选手，尤其是朝韩联队，狼来了。那狼来了，我们这些所谓的年轻选手该怎么办？是否压力山大？怎么打这个亚运会？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中国乒乓球队来说，他从来不会把某一项比赛，就特别是洲际比赛或者是世界乒乓球这个比赛的那种分站赛啊，那种大奖赛那么的看重，他都是把它作为锻炼队伍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真正的比赛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是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那么现在刚才我说了，出现了二张。其实真的不可怕。原来我们上次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还是强调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说，现在不怕出现一个单个啊，一个两个的啊，怕的是真有一群，就像当年的瑞典队，那他不是说冒出一个人，他有瓦尔德内尔、阿佩伊伦、林德、
佩尔森是吧？等等，他这一系列这些选手，他4、5个人，他都有打败你的这种可能，他形成一个团队，就像现在没有人能撼动我们的团体赛的，这是一样的。那么，只不过我们要关注一下日本啊，他们的石川，他们的平野，他们的这个伊藤是吧？伊藤美诚，构成了一个小团体，构成一个小团体了。这可能如果他们真的是2、3年之内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对我们会构成威胁。就像二位说的，其实不要惧怕，把亚运会当做一个练兵的平台。二位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韩国公开赛啊，就是上周刚刚结束的比赛。其实呢，名单中的这些队员也都参赛了。那接下来我们也是不妨通过一个短片来看看啊，参与亚运会阵容的这些年轻的选手们在韩国公开赛上的表现。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韩国公开赛已经落下帷幕，5个项目中，中国队最终包揽了女子单打、双打的金银牌，而男单、男双2枚金牌则都被韩国队收入囊中，混双金牌被朝韩联队摘得。女单决赛在朱雨玲和陈梦之间展开，本次比赛陈梦一路过关斩将，在1/8决赛和半决赛中分别战胜了丁宁、刘诗雯，闯入决赛。不过，在决赛当中，陈梦以1比4不敌队友朱雨玲，错失金牌。其实在这次比赛，我觉得整体我还是比较满意吧，有些地方也是可圈可点，但是这当中肯定有一些不足，还是需要今后回去的这种训练去弥补吧。决赛这场球我们互相之间都非常的熟悉，所以我觉得输赢都是正常的，希望自己能够好好去总结，同时也感谢在场的所有观众，他们非常的热情，感谢他们。女双方面，中国队并没有受到太多挑战，决赛也是在2对中国选手之间展开，最终中国组合陈梦、丁宁战胜了朱雨玲、王曼玉，获得冠军。这是我们在第一次在国际的赛场上去搭档，然后我觉得我们2个人应该说肯定还有进步的空间，但是2个人我觉得首先在场上一直能够保持很好的沟通，这很重要。男单比赛，2名中国选手梁靖昆和林高远在半决赛中相遇，最终梁靖昆击败林高远闯入决赛，但是在决赛中面对韩国选手张宇镇，梁靖昆一度被对手压制，最终以0比4不敌对手，屈居亚军。在男双决赛中，韩国组合张宇镇、林中勋以3比1战胜了中国香港组合黄镇廷、何君杰，摘得金牌。在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1比3不敌韩朝组合张宇镇、车孝新。韩国选手张宇镇也在本次比赛中收获了3枚金牌。韩国公开赛结束了，张宇镇是拿到了3块金牌，是最大的一个亮点。咱们是拿到2块金牌啊。有网友对于中国乒乓球队韩国公开赛的成绩并不满意，因为毕竟嘛，更多的金牌被韩国运动员拿走了啊。我不知道武军老师、梁军老师怎么看咱们中国乒乓球队在韩国公开赛上的成绩？其实这次这个比赛呢，我也是看得相对比较仔细一点。我觉得意料之中的是，因为中国乒乓球女队派出了全部主力参赛，然后呢，女单和女双包揽了冠亚军，我觉得这是属于意料当中的事情。意料之外的事情，同样就是刚才张宇镇夺得了3项冠军啊，男单、男双和混双。尤其是我在看他打到最后比赛的时候，给我一个感觉，我觉得这个张宇镇整个人的这种状态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大家有网友开玩笑说，已经进入了一种巅峰的一种状态。这个疯是疯狂的疯对，在比赛里边对能够4比0完胜这个梁靖昆，其实说心里话，这个比分让我们也是大吃一惊。而且是决赛而且在比赛里边非常不讲理的一种打法，而且却非常有效，而且不讲理却有效。对，所以说呢，这个难怪这个张宇镇在夺得这个3金之后，兴奋到自己跳到了球台上面。我也看到他的当时场边的教练这个金德洙也是非常兴奋的露出了久违的一种笑容。这个张宇镇的这个表现呢，也可以说在亚运会之前给中国队的亚运会备战也敲响了个警钟。因为毕竟在这个白金赛事的比赛里边，张宇镇也好，包括张本智也好，他们都有这么突出的一个表现。我也相信，就是通过这个最近一系列公开赛的这个磨练，中国队在接下来这1个月亚运会的备战过程当中，一定会把像张宇镇呀，包括像李尚书啊，包括像这个庄智渊呀等等这些主要对手，一个一个进行非常细致的这个研究。我也相信我们中国乒乓球队也一定能够在这个雅加达亚运会上能够
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梁老师，我觉得这中国乒乓球队自身呢，有很强的免疫力啊，就是你不用打针吃药啊，就是他自己能好啊，就是外界你提出什么样的观点，提出什么样的这个方针，都是外行的啊，因为人家我刚才说了，60年长盛不衰，人家走过弯路，也取得过辉煌，人家知道该怎么去做，对吧？外人的各种招都是瞎掰。所以咱们这是瞎支招，千万别支招啊！就是说，看人家怎么去调整，他没调整好，那他就是没招，他都治不好啊，那没人能治了。所以就靠他自己的就是自愈能力吧。我相信他们这种自愈，就是偶尔还是我那个观点，就偶尔的冒出1、2个人，在某1、2次比赛中他打疯了，那你怎么没见他以前输呢？对吧？是张本智和这次输给梁靖昆，4-0就输到一点脾气都没有。他有不讲理的时候，他有疯的时候，就是疯狂的时候。其实我们叫疯癫，我认为他是疯癫的时候。状态。疯癫状态，这种状态，不可能他在2年、3年之内始终保持着，持续保持的。那么其实持续保持的是你的这种真正的对大赛的掌控能力，在比赛中到了大赛的时候，你能真的不慌。这小孩遇到真正要劲儿的比赛的时候，他是会打折扣的。这样的比赛，天时地利人和，韩国公开赛嘛，本土啊，对，不赢房不赢地的，是吧？他会表现的没有任何的负担。一旦他现在还不知道怕呢，等着你14岁的张本智和，包括这张雨铮，他不知道怕呢。真正到了打过1、2次大赛之后，他知道怕了的时候，那他就完了，那他就可能没有他的实力就会打一定的折扣。那个时候反而倒是经验更足的、实力更强的，我们说的综合实力更强的人，才能在大赛中脱颖而出。在大赛中脱颖而出。然而，就像您说的，其实呢，没有常胜将军，失败也许是为了更好的进步，在失败中取经。但是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最近日韩的选手进步很快。不知道2位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而且还有一点是，朝韩组成了联队，参加的是混双比赛，是吧？尤其是在亚运会上，是对于中国混双这个项目会产生一定的威胁。吴军老师先来啊。其实。这个应该说，随着张本智和和张雨铮的这个异军突起吧，因为毕竟这2站公开赛打得非常漂亮。中国乒乓球队这么多年来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对手给他们的压力越大，反弹力也越强。对吧？大家有动力啊。是，你看，包括之前的像张本智和日本公开赛当中处于那样一个状态，紧接着被梁靖昆4-0完胜，对吧？这就是中国乒乓球队有这么一个。很强大的一个集体，很强大的一个团队，对吧？他们静下心来，在认认真真的在分析每一个对手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能力是任何一支队伍都无法比拟的，对吧？另外，咱们再谈到刚才那个混双的问题，对联合组队，对联合组队，因为现在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得到朝韩是否联合组队参加亚运会的这样一个信息，因为查了很多的这个消息，但是呢，不排除他们，对吧？临阵组合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因为毕竟在之前的这个瑞典世乒赛团体赛的过程当中，就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个场景，对吧？如果说出现那种情况的话，以往这个近几年的亚运会的比赛呢，可能中国和日本然后对抗呢这样的一个场景相对比较多一点。随着如果说朝韩能够联合组队的话，我相信这届亚运会的最大看点就应该是中国队面对朝韩联队的竞赛，应该是对于这个朝韩联队联合组队这样的一个决定啊，国际乒联最新消息是允许的。那其实提到中国乒乓球队，最关心中国乒乓球队的肯定是球迷。那这个名单一出炉之后呢，球迷们也是非常关注，也引发了大讨论啊。接下来也是通过一个短片来看看网友们对于这份名单怎么说。对于亚运会的目标，网友们表示甭说，全包。还有人话不多说，放出了一张图。不过名单一出，不少人都十分惊讶。我的妈呀，没有龙队，没有大蟒，没有丁宁马龙的阵容，希望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比赛。虽然人员有一点点出乎意料，但是拿冠军还是最终目标。确实，就像一位网友说的，国乒名单并不好定，上小将说雪藏主力，上主力说不给小将机会。不过也有观众表示理解，总得培养新人，老人不能指望一辈子。不用这种比赛锻炼小将，奥运会怎么办呢？名单中林高远和王曼玉都是身兼3项，
有观众就评价说，可见林高远和王曼玉是男女队重点培养对象。恭喜林高远喜提3项，3线作战是机遇，也是挑战，加油！而女队名单也引来了不少讨论。95年出生的朱雨玲并没有出现在女单的名单上。本来以为女单一定有小朱的，有点没想到啊。大梦和蛮鱼的话，估计是抢位战呢，证明谁是队内4号的时候到了。不过也有人表示，这次给小将机会也是一种无奈，还是缺人的。邓亚萍在林高远这个年龄时已经拿过2次奥运冠军了，林高远却仍是小将。不管怎么说，这次小将当家也让亚运会有了新的看点。有网友表示，这是中国乒乓球未来的10年，可以说是未来大致格局了，厉害了，锻炼新人，这次没有前辈们压阵，很棒，下一代的国乒选手们加油。也许就像一位网友说的，江山代有魔王出，各领风骚各几年，机会已经给了，看谁一飞冲天。这听得出来，球迷们是支持国乒，但是同时也是期待看到金牌哈。还是想请梁老师再聊聊刚才的那个话题，就是面对着亚运会和奥运会，我们国乒该怎么办啊？面对着日韩选手的进步啊。其实我还是觉得中国乒乓球队之所以我们今天拿出这个节目和以前好像很少对中国乒乓球队某一次前景进行什么认真的分析，因为觉得你应该的是吧？你应该拿国球嘛，对国球你拿冠军是应该的，好像他们就是背上了应该拿的这个包袱了哈，很多年。只是最近因为出了张本智和出了张宇镇，大家可能突然觉得呀，这支队伍包括日本这3名小将，也不算2名小将，女单方面，女单方面也有了一些变化。这之后，可是正在这个看节上，其实本来中国乒乓球队要主动进行第3次创业，因为他们有过第1次、第2次啊，又要进行这前2次创业都是在辉煌状态下，他们去找不足，要继续所谓提出甚至说奥运包揽金牌，你们还要创业，对，你没让理解活了，对啊，人家正好要进行第3次主动的，就出现了一些被动的情况。这些被动的情况呢，可能对于队伍的这个原有的一些计划或者原有的一些节奏，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呢，让大家可能有些不适应。主要是乒乓球圈子他们不太适应。但是无论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首先有2点是不能改变的。就是要致敬经典。致敬经典，对，怎么理解这个经典？就是我刚才说的经典什么，就是将近60年长盛不衰，它一定有它自己成功的一套体系。这套体系就是他们的经典。这就是同时也是第2句话，叫尊重规律。尊重规律，它这套体系就是规律。你破坏了这个经典，你破坏了这个规律，就像说这房子可以拆，可以装修。它可以装修，时间长装修，但是你不能拆承重墙。你如果拆了承重墙，这房子就倒了，结构就坏了，结构就变了。所以我一再强调的就是说，现在这个队伍出现了一些心神不定的情况，这比技术上没有时间去研究或者是落伍还要可怕。所以人心齐泰山移。所以现在我希望呢，中国乒乓球队能够排除干扰，尽快的回到探讨、研究业务上，能以稳定的心态去迎接接下来这2-3年的回归初心。是变革来的。其实说到变革，本届亚运会也发生了变化。就是完全在赛制上跟奥运会是看齐的5项，男团男单、女团女单和混双。不知道武军老师如何来看这样的变化？其实这次奥运会，我觉得也是近40年来第一次瘦身。是，其实瘦身给我们大家一个感觉，就是这个由之前的那么辉煌的一种状态，由香饽饽突然间怎么变成鸡肋了？是不是？以前是7项对吧？现在突然间瘦身了，变成5项了，对吧？以前呢，这个随着奥运会来的，对，这也是一个方面。但是呢，就是给大家感觉可能也需要有这么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就是说这个看这个奥运会这个亚运会还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呢？因为就中国队这个名单当中，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林高远、王